好，同学们，咱们已经讲了如何识别主语从句，咱们下面讲的是如何识别宾语从句，对不对？主语从句举了好多例子了，一定要复习好。现在是如何识别宾语从句？那宾语从句怎么来识别呢？宾语从句怎么来识别呢？告诉我，宾语前面一定是个什么词？一定是个动词还不行，一定得是个实义动词。所以我们基本上是走，英语中宾语一定出现在实义动词的后面，所以只要实义动词的后面有个引导词，通常都是宾语从句。为什么不说一定？因为它不一定的，它也可能是状语从句呀。对，实义动词如果是个不及物动词，后面有可能是个状语从句哦。没听懂？举个例子嘛，很简单，来 ，He died， 他死了，是个实义动词吧，同学们？好，来 ，When he saw me， 啊，这个举的例子不是很好，就这把那个来，他死了，什么时候死的？当他看见我的时候，他死了。你看，当他看见我的时候，显然不是个宾语，是个状语，对不对？时间，当他看见我的时候，他死了。He died when he saw me， 所以我们只能说实义动词后面有个引导词，通常是宾语从句。那和状语从句有什么区别？我们讲了状语从句，你会知道的，这个东西明显翻译成时间肯定是个状语啊，这是后期咱们再说。对，讲完状语从句都不用区别，你一切都懂了，好吧？所以咱们通常是宾语从句。那咱们就开始了吧，同学们。第一句话是走 ，She said that she would marry a young and promising doctor。她说，她要和谁结婚 ？Marry a young and promising doctor。他说，他将会和一个年轻并且很有前途的医生结婚 ，promising， 有前途的、有前景的，显然是有 that 引导的宾语从句。那这 that 打个小圈干嘛？好，在旁边写一句话，写的是，在所有的名词性从句中 ，that 只有在引导宾语从句的时候可以省略 ，that 在引导主语从句不能省，引导表语从句不能省，引导同外语从句不能省 ，that 只有在引导宾语从句的时候可以省略。可省可不省，我加个小括号，赶紧写上。那刘老师，我省不省？我建议你不省，为什么？因为省略引导词不正式，所以咱们不省略，好不好？他说，小括号 ，She would marry a young and promising doctor。好，圈起来。对，省不省都可以，但是不要省，因为省略不正式。好，第二个例子是 ，I wonder， 我正在疑惑 ，if I can pass national postgraduate examination。我正在思考，我能否通过研究生考试 smoothly 顺利的。我正在思考，我能否顺利通过研究生考试。刘老师，是否不用 whether 吗？你这怎么用的是 if？ 好，在旁边写一句话，对，这是考点，你写。在名词性从句中，对，你这么写吧 ，whether 可以引导所有的名词性从句 ，whether， 对 ，whether 当是否的意思讲，可以引导所有的名词性从句，而 if。只能引导宾语从句 ，whether 可以引导所有的名词性从句，而 if 只能引导宾语从句。好，写好了吗？那刘老师，那就用 whether 呗，你用 if 干嘛？对呀 ，whether 就可以包括 if 呀，用 whether 呗。我只是告诉你，以后在长难句分析的时候，你偶尔会见到动词后面有个 if 是可以翻译成是否的，你不要见到 if 都翻译成如果就行了。对 if 有俩意思，一如果，二是否。那到底翻成谁？该根据语境来判断它是个是否还是如果呀，对不对？我只是告诉你，记住 if 不一定翻成如果，也可以翻成是否。如果你自己写作文就别 if 了，全是谁？全是 whether 就可以了。好，讲完了，继续来吧，同学们。同学们，我今天一定要说一下，因为很多同学复习考研的都说效率特别低，总是担心自己复习的不好，害怕考不上了怎么办？我跟你说，同学们，到现在的这个时候，你还不焦虑呢。真正焦虑应该在10月份以后，还有2、3个月考研，哇塞，那真焦虑，要死不活，要活不能，放弃不舍得，不放弃就觉得自己考不上了。对，现在的效率低还没关系，我告诉你，我现在跟你说话还来得及，以后说都来不及了。效率低怎么办？不自律怎么办？学习总是看手机怎么办？这是同学们的普遍特征。那刘老师，你说怎么办？我告诉你好方法，你只要想自律，就按照我说的方法，10天内一定可以自律起来。我不信，请你相信啊！今天讲的不但适合于英语、数学、专业课、政治全都适合。怎么自律？怎么让效率提高？好，首先你不要想自律，你不要想效率提高，我们就干一件事儿，做计划。对，你先把你的任务摆出来，比如我听刘老师讲语法长难句，我计划连听2遍，因为听1遍效果比较不好，我就听2遍。刘老师总共讲了，比如说28个小时，我要听2遍。我计划在5一之前，对啊，我现在
做计划呀。比如我从3月1号开始，我计划在5一之前听2遍，那就是1个月听1遍。1个月听1遍呢，我就算每天听多少。周一、周二、周三、周四、周五每天各听1个小时或70分钟。周六、周日不听经课，周六、周日把这个星期听的全部都复盘1遍。对，每一章学完以后，第2天不听下一章，先把这一章再复习1遍，再听下面的。好，做好计划，对不对？先摆出任务。2个月把刘老师的语法长难句听2遍，下面是做计划。计划说完了，周一到周五每天听70分钟啊，周六周日复盘呀。然后把每一章听完都要拿出1天复盘这一章的内容，然后再听下一章。好，计划做完了，下面是干嘛了？执行了。来，今天执行开始了啊！今天我的任务是听名词性从句的如何识别宾语从句。我一拉这个视频大概是70分钟，那就听完嘛。结果今天的心情特别不好，一大早跟我妈吵了一架，手机也丢了，烦得很，效率很低，并且也不自律，一会儿刷刷手机，一会儿刷刷手机。本来我应该可以70分钟听完的，结果有些句子听了2遍老跑神儿，回来听，导致了效率很低。本来70分钟可以听完，结果听了100分钟，那就听100分钟呗。你效率低，今天咱们就按照100分钟了。所以同学们听好了，那你整体的作息习惯可能要改变了，你可能要11点回宿舍的习惯，可能要推到11点半喽。因为今天的效率不高，今天有点难，所以听得比较痛苦，所以你就回去晚一点，对不对？今天听70分钟，结果这一段特别简单，我还把语速调到1.25倍，我觉得很简单，很快都听完了。70分钟我40分钟都听完了，听懂吗？听懂了，会没有？会了，真的会了呀！今天提前完成了，提前完成，我告诉你可以干嘛？比如今天本来想11点回宿舍，结果9点钟作业都写完了，提前2个小时完成，看会儿手机呀，刷会小视频啊，出去买个奶茶喝呀，去操场上跑一圈，你管我呢，刘老师，我今天的任务提前完成了。对，提前完成早结束，没有完成没结束。每天上床边脱裤子边问自己一句话，说小样，今天的任务我完成了吗？就往上床上爬的时候，洗脸的时候要问自己，我今天任务完成了吗？让我想想，数学作业是完成了，英语作业是完成了，都完成了。上床睡觉，爬到床上快睡着了，突然间发现呀，数学还有2道题没有做的，都爬到床上快睡着，都12点半了，发现还有2道题没做的，告诉我怎么办？怎么办？你的回答应该是明天早晨早点起来完成都行了，不行了吗？不行，今天一定要完成，因为你没有明天。记住，从准备考研这一刻你都记住，你没有明天，你也没有昨天，不要遗憾昨天怎么了，你只有一天就是今天。明天早点起来，早点起来个屁，没有明天，今天必须完成。另外一个声音说，哇塞，都12点完了，怎么完成？别人都睡了，必须完成。那怎么完成？拿出来书，把书拿出来，趴到被窝里面照着灯完成。再说你本来都不应该少东西，因为你都是思考好才上床睡觉的。刘老师，我就不想起床，就不想起床。拿个0.5的笔，我告诉你干什么事情吧？不要拿针太细了，你拿0.5的笔这个尖儿干什么？捅啊扎呀，不要扎胳膊。我告诉你，屁股上没有大的毛细血管，屁股就用来扎的。这大腿内部内侧全是肥肉，拧。上次那刘老师每天打不是打死了吗？你不用每天打的呀，你能打5次狠的，你要不上心，我说猪同学们。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可以约束你，同学们。我能约束你吗？隔着屏幕，我在你旁边能约束你吗？我顶多坐直，好，你坐直，看着我，你就看着我。你脑子里面想什么？我怎么约束你的脑袋呀？谁也约束不了你呀，你妈都约束不了你啊，谁也弄不了你呀。这一辈子能约束你的人只有一个人，就是你自己。不用每天打，最多打5次的人们，你会上路了。记住，你没有明天，你没有昨天，你只有今天。今天的事情必须完成。少个字儿，执行力，任务摆出来，计划做好，执行力跟上。每天晚上睡觉之前，作业必须完成。看着我的脸，每天拍个良心问自己说，小样，今天的任务完成了吗？完成了，睡觉。今天的任务完成了吗？完成了，睡觉。今天的任务完成了，睡觉。当你过去一天，无数个一天的时候，你会发现，考研从来不需要坚持，考研从来不需要坚持，考研就是8个字儿：水到渠成，静待花开。水到渠成，静待花开，结果好结果自然而然就来了，同学们。刘老师，那我效率不高，我不自律怎么办？解决了，你可以效率不高，你可以不自律，你可以玩手机使劲玩，你今天就不能睡觉，作业完不成。你玩嘛，你白天使劲玩，想怎么怎么，但是你晚上作业完就是不能睡觉，你睡个试，我炸死你刘小燕，是吗？所以慢慢，最多10天你都上道了，因为你心里面知道。
作业提前完成，今天晚上还可以玩一会儿。今天作业完不成，什么也弄不成，你也睡不成觉，我弄死你刘小莲。你10天、15天、20天，你会自律的，自己都想象不到。所以自律是逼出来的，谁也不是天生自律的。说的行不行？你说我说的对不对？来吧，开始讲了，同学们，开始吧。我正在怀疑我能否通过研究生考试，不用怀疑了，就是5个字儿，1、2、3，大声说：计划加执行力，计划加执行力。刘老师，你的单词我也想再听一遍。我数了一下，总共26个小时。26个小时，我计划一天听1个小时吧。不行，那就一天听70分钟吧。周1、周2、周3、周4、周5每天听70分，周6、周日复盘呀。你不得复盘吗，刘老师？不复盘肯定记不住呀，对不对？复盘一下。等到我都听完2个单元，然后再一个大复盘，听完2个单元一个大复盘，听完2个单元一个大复盘。所以我的计划是1、2、3、3，你应该有个日历写的清清楚楚，对吗，同学们？然后计划做好以后就按照计划来进行，永远不改。当然你的计划不能太过头，我要一天听8个小时的单词，做不到。根据你的能力来定计划，一旦定好计划以后，不要看别人复习的好不好。呀，大雁都背到第7章了，我才开始，不用理他。因为一个人走一个人的路，你的计划做得非常好，执行你的计划都行了。他走得快也不一定学得好。我当年政治，我跟你说，开始没买到书，我们那个时候没有课，没有什么盗版光盘，正版也没有，都没有培训机构，全是自己学。我学到9月份才知道政治是有书的，我的个天呐，我一直看咱们学校发的那个政治书，好几本小本，哇塞，后来来不及了呀，愁的呀。所以我政治书背完第1遍，因为我们那个时候1月份考研，就已经差不多11月多了，因为穿上棉袄了。别人问我政治书背了几遍了，我说背了1遍。他们说哟，那个谁谁谁考研都背了7遍了，那个谁谁背了10遍了。我吓得哭的不行，你知道吗？结果他背7遍也不如我1遍的效果。我最后政治考了78，谁有我考得高那个年代？一点都没吹牛，没什么意思，同学们。做好自己的步伐，别以别人作为参照物了，你就是自己的参照物。每天走自己的路，管别人干嘛？管别人干嘛？你管那么多干嘛事儿？好，过去了。这是有快点，不好意思，岔题了，快点。这是有 if 引导的宾语从句，在这个地方等于 whether。记住 if 不但可以翻成如果，还可以翻成是否。好过，就这2个如果是宾语从句。实义动词后面有个引导词，通常是宾语从句呀。好，现在咱们开始讲几个正式的真题的句子。这是2006年阅读理解第4篇文章，好吧，开始了。上来第1步找什么词？刘老师说，找主句的谓语动词，是吗？第2步是找连词。哎呦，这时候还得找有没有主语从句、宾语从句呢？咱们找个试试，好不好？第1步找主句的谓语动词，第2步找连词，对吧？还没有变。来，走起。上来看您找了，同学们，赶紧告诉我主句的谓语动词是谁？找到了吗 ？was。来，主语是走起 ，the most powerful mass media。谓语是 was， 表语是 the church， 主系表结构。表语是个名词，你看教堂后面跟那个 which 引导的非限制性定语从句，我就不讲你也认识，虽然没讲定语从句 ，which reminded worshippers that。好，主语是你看定语从句，主语是 which， 谓语是 reminded， 宾语是 worshippers that。主谓双宾，宾显然主谓双宾，所以这个 that 是一个宾语从句。worship 是直接宾语 ，that 是worship 是间接宾语 ，that 是直接宾语，提醒他们怎么了？好，宾语从句来啦 ，Their souls were in danger, and that they would someday be meet for worms。所以这不是一个宾语从句，这是有 and 并列的2个宾语从句。好，一起用嘴先说这句话的结构，走起。从总体上来看，这句话是一个主系表结构。你抬头了吗？看见黑板了吗？主系表结构。表语是个名词，后面跟那个 which 引导的定语从句。定语从句的主语是 which， 谓语是 reminded， 宾语是有 and 并列的2个从句共同充当宾语，是2个宾语从句。你要跟着我用嘴一起说呀，就你坐那不吭气儿，你说你一上午不张嘴，口臭不口臭？你说你不吭气儿，口臭。1、2、3，那刘老师in the west 做了什么语？这 before 这管他做了什么语呢？刘老师说我不需要知道。好嘞，咱们开始翻译了。管他什么语也得翻译呀，在西方 before mass， 是不是刚才见到 a mass 对吗？是不是？还记不记得病例就见到 a mass， 积累了大量的研究。
什么高于平均值效应，还记得吗？啊 ，mass 动词 mass communication 叫什么东西？在什么之前 ？mass communication 叫大众传，说出来了。这个单词你知道是交流吧？翻译成大众通讯，大众通讯，通讯通信 ，Unicom 联通，对，通讯通信啊。这个地方不要翻译交流，大众交流，其实通讯就是交流呀，对吧？在西方，在大众通讯和 literary 识字能力，就认识字儿的能力，就人们有文化之前，以前不是没文化吗？走，在西方，在大众传媒和识字能力之前，就人们都不识字的时候，好吧 ？The most powerful mass media， 最 powerful。最强有力的大众媒体是教堂，最强有力的大众媒体是教堂。比如说大众，怎么教堂会是大众媒体呢？同学们那个时候可没有串门子这一说呀。跟俺们农村，你上我家串门子，我上你家串门子，他们的消息一般从哪传出来？是从教堂里边传出来。为什么？因为每周都会守礼拜，所以教堂就像咱们农村的聚会一样，会去很多人，他们会从教堂里面知道很多的知识消息，对不对？最强有力的大众媒体就是教堂，哇塞，教堂是很大的一个媒体哦。好，来，教堂提醒 worshipper， 他的崇拜者们，是吗？就是他的教民啊，就是信仰这个宗教的人啊，对不对？教堂提醒他的崇拜者们 ，worship， 崇拜 ，worshipper， 崇拜者 ，worship 崇拜，走，他提醒他们的崇拜者们怎么了？他们的灵魂正处在危险中 ，souls 灵魂，他们的灵魂正处在危险中，并且他们将有一天 be meat 变成肉，变成谁的肉 ？worms 变成不说了，好恶心，蛆虫的肉。就是教堂提醒他们教民们说，你们的灵魂处在危险中，并且有一天你们将会变成那些蛆虫的肉，就变成腐肉。他们你去过守过礼拜吗？我们家人有一个人信这个教堂的，哇塞，每天说小魔鬼上辈子做了很多孽，所以这辈子变成人，就说你的灵魂很肮脏，然后他是来拯救你的。好，连到一块翻译好不好？走，在西方，在大众传媒和识字能力之前，最强有力的大众媒体就是教堂。教堂提醒他们的教民们，他们的灵魂正处在危险中，并且他们有一天会变成蛆虫的腐肉。讲完了2个宾语从句，听得懂？很简单，对不对？好，这是2008年的翻译题，给大家看一下。谓语动词是很明显，谁 ？believes。主语是谁？嘿。那宾语就很明显了吗 ？that 引导的一个从句在做宾语，所以这是个宾语从句。那刘老师，我得找找有没有连词呢？万一有连词，说明在并列2个句子呀。好，有连词吗？大声说，快点找有没有连词。上次这不是个连词吗 ？Long and intently 这是 and 在并列2个副词，大兄弟睁开小狗眼行吧？谁 ？and thus 是吗 ？and 在并列2个句子，所以这是2个句子。第一个句子很明显，主谓宾语从句；第2个句子是主语省略了 ，enable him to do something， 对吗 ？enable him to detect errors in reasoning and in his。也是个主谓宾宾补结构 ，to detect errors, enable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所以这是按的并列的2个句子。咱们先翻译第一个句子吧，很简单，走。他认为，同学们，我告诉你他是谁，因为这是2008年翻译的一句话，他指的是达尔文。就你心里知道舒服一些哈。他认为 this is very difficult， 走，主语，这是宾语从句的主语没问题吧，对不对？对 ，may have had 是宾语从句的谓语呀，主语是这个非常的困难，好难听啊！这个非常的困难，这个非常的女人，这个非常的水杯。你有没有发现，其实 very 在修饰 difficult， 所以 very 咱们就翻译成就是这个困难，是不是好听多了？对，达尔文认为就是这个困难可能有着 compensating 补偿弥补 compensate 动词补偿弥补 compensating 补偿性的优势。好，再重来。达尔文认为就是这个困难可能有着补偿性的优势。什么优势呢？所以你看，优势后面有个 of， 显然是个定语在修饰 advantage 呀，有着补偿性的优势。
什么样的补偿用的优势呢？好，因为这个定语比较长，所以我放到后面去翻译。如果你翻译不好定语，你听着我讲的有点心烦意躁的，没关系，定语咱们会有专题慢慢讲，好不好？来，有着补偿性的优势，这种优势迫使他 force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这种优势迫使他去思考，长时间的 and intently。同学们，你有没有觉得这俩词不该放在这个位置？你看 to think 后面怎么能跟 long 呢 ？think 后面跟的是谁？大声说 about 呀。咦，才看见刘老师，那怎么把俩副词放到 think about 中间去了？恶心你呀！不恶心你怎么能加大考研的难度呢？我跟你说，托福、雅思成难度都不如考研，恶心的很啊！跟你说，那这俩副词，同学们就是我不讲你也应该知道，副词应该放在句末最多吧？所以这句话正常顺序应该是张嘴 ，think about every sentence long and intently， 对，在这个位置呢，对吗？这就是我们后期讲的状语的位置很灵活，随便放。两个副词做状语位置太灵活了，随便放了。好，走了，来1、2、3，走了。这种优势迫使他去长时间和 intently 翻译成认真的走。这种优势迫使他长时间的和认真的思考每一个句子。好 ，and 再并列两个句子，所以使他能够发现 detect 发现错误 errors， 所以使他能够发现错误。错误后面跟了两个定语，使他能够发现什么错误呢？推理中 reason 当动词讲是推理，当名词讲是原因，这个地方肯定是个动词。如果是个名词，怎么能加上 ing 呢？所以使他能够发现推理中和他观察中的错误，是吗？好，1、2、3，开始。再从头来一遍，从头到尾来一遍。同学们，你要跟我一起读，我不是为自己读的，我都告诉过你，我一定是为你读的。1、2、3，走。达尔文认为这个就是这个困难可能有着补偿性的优势，这种优势迫使他去长时间的和认真的思考每一个句子，所以加个字加个字，所以也使他能够找到 detect 发现察觉，所以使他也能够找到推理中和他观察中的错误。讲完了，2008年的翻译结束了。and 再并列两个是吗？一个是 force him to do something， 所以使他也能够，对吗？对，迫使他去干一件事，所以也使他能够干了另外一件事。这是一个宾语从句 ，believes that 后面跟了一个 that 引导的宾语从句。当然，这个 that 可以省略。你看别人其实你见到的宾语从句的 that 虽然可以省略，但是省略的很少，一般还是不省的多，因为省略语言不正式，刚才说过了，好不好？继续来，这句话是，这是2005年的翻译。走吧，先告诉我主句的谓语动词是谁，然后再找连词。主句的谓语动词是我先说，这是两个句子，看见没有？分号，对，分号前是个句子，分号后是个句子。咱们先看分号前面这个句子，很简单，谓语是 demonstrates 主语是 this 宾语是，有 that 引导这个从句再做宾语从句。好，这第一个句子结束了，主谓宾结构。第二个句子是 affect on land by statistics， 谓语是show，主语是 affect。你应该明显觉得 affect 后面这个 underlined by statistics 这个定语在修饰 affect， 谓语是 shows， 宾语又是一个 that 引导的宾语从句。分号就相当于句号，这是两个句子。对，第一句话是个主谓宾宾语从句，第二句话依然是个主谓宾宾语从句。来吧，第一句话，这单独的说明了 demonstrate 说明证明，这单独的说明了电视行业。对，你不要翻电视商业，解释一下啊。business 在考研中很少翻译成商业，一般都是行业。电视行业、汽车行业，我在看我们家的机器呢，什么电灯行业、电视行业，对，它是个行业。记住啊，这个单词，我讲完你一定要记住。business 如果你后面加了 es， 就不翻译成商业行业了，它翻译成公司，就等于 company。再说一遍。business 后面加了 es 翻译成公司就等于 companies， 记住，要不阅读中你还翻译成商业行业很难受的人们，公司。走了，这单独的说明了电视行业不是一个容易的世界，不是一个容易什么的世界，小定语修饰世界，不是一个容易生存的世界 survive in。 好，连到一起就是走起，很简单，这单独的说明了电视行业不是一个容易生存的行业。好，
一个事实。什么事实呢 ？Underlined by statistics， 显然是个定语修饰 fact， 一个什么的事实 ？Underline 强调重视 ，under 下面 line 线下划线，不就是强调重视吗？谁强调的？数据。一个有数据强调的事实表明，一个有数据强调的事实表明什么 ？Out of 80 European television networks， 那就是在80个欧洲电视网络之外 ，no less than 50% took a loss in 1989，不少于50%。Take a loss，loss 咱们已经见过了，损失，那就是不少于50%，就至少有50%的是亏损的。Take a loss， 1989年，那就是至少有50%的是亏损的。在什么？在80个欧洲电视网络之外，至少有50%是亏损的。咱们听着有没有不对劲？这是80个欧洲电视网络都在这里边的，一个、两个、80个啊。在80个欧洲电视网络之外，至少有50%是亏损的，还是在80个欧洲电视网络之中有50%是亏损的？刘老师应该是之中啊，但是 out of 不是之中啊，之中应该用 in 啊，他怎么会用 out of 呢？所以这个地方的 out of 很搞笑 ，out of 的意思真的非常惊人，它有两个意思，一个是在什么什么之外，比如说窗外有一棵树 ，There is a tree out of the window， 但是 out of 还可以翻译成在什么什么之中呀，真的，你看，咱一直告诉我这个 out of 翻译什么意思 ？Our boys in our class 我不写了，我说我们班8个之外有一个是男生，还是8个之中有一个是男生？之中，对，所以 out of 有两个意思，一个是之中，一个是之外。那我怎么知道是之中还是之外？没有语境，谁也不知道。他们这个肯定是在80个欧洲电视网络之中啊，1989年至少有一半是亏损的呀，肯定之中啊，大兄弟。好，继续来 ，out of 需要注意了，因为一会儿你还会见到一个 out of， 还翻译成在什么什么之中。好，这句话做完。他们你发没发现，其实当我们认识单词的时候，长难句没有那么难，对吗？来，是不是越学越动筋，越学越有劲儿？我告诉你们，你再把咱们的状语从句都听完，你会发现从句太简单了。回去把一些句子好好读读，弄透弄懂。你再在真题里面见到这些句子，各个从句像玩儿一样 ，a piece of cake。我跟你说，来，这单独的说明了电视行业不是一个容易生存的世界。一个有数据强调的事实表明，在80个欧洲电视网络之中，1989年至少有一半是亏损的。好，咱们再看这句话天呐，这是一道翻译题，我的个天呐，好长啊！刘老师好，就是非常长。来吧，各位小朋友别生气，长就长了，短也长短无所谓，你只要能逮到句子结构，管它长短的。先找主句的谓语动词是谁 ？Have heard， 很明显，因为 you 的前面没有引导词嘛，显然是一个主句的谓语动词嘛。主语是 you， 谓语是 have heard。现在完成时，宾语是 it， 补语是 repeated。同学们，你发没发现这句话非常的完整 ？You have all heard it repeated 是个非常完整的主谓宾补。那这在这干嘛的？那在这干嘛的？我也不知道在这干嘛的。等一会儿，来先读一下好不好 ？That men of science work by means of induction and deduction. That 又一个 that。By the help of these operations, they manage to extract from nature certain natural laws, and that 不读了。咱们这根本不是一个从句，这是3个并列的从句。现在我们要搞懂这仨是并列的什么从句。我看看，你听说过它被重复吧？这个 repeated 显然不是个动词，它应该是一个形容词，重复的。你听说过它被重复吧？什么呢？科学的人怎么了还把得，并且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用法，它叫做 it， 叫做形式宾语。it 叫做形式宾语，真正的宾语不是 it， 而是指代的后面3个从句 that and that。那为什么弄个形式宾语啊？来，咱们先还原一下这句话的正常的顺序，应该是走起啊，别吭劲儿，先读完。You have all heard。
that 哈巴得 that 哈巴得得哈巴得 and that 哈巴得得哈巴得 repeated。对 ，repeat 应该在句末的。但是如果这样写，是不是宾语太长了？突然间最后多了一个 repeat， 你觉得头晕 ？repeat 是干嘛的呀，刘老师？听懂我在说什么了吗？所以知道我在说什么吗？对了，它和它的宾语间隔太多了，这个补语，所以它加个 it 做形式宾语，把真正的宾语放到句末去，叫真正的宾语 that and that， 叫形式宾语。咱们把宾语从句讲完，你翻到咱们的书往后翻一些，它应该有个补充形式宾语。但是形式宾语考的没有那么多，所以这个补充部分我都没有讲，你自己看都行了，好吧？自己看。你翻到咱们长难句分析后面有一个补充那个 it 做形式宾语，有，绝对有这一个板块，好不好？听懂了吗？听懂了，咱们开始翻译了。3个并列的宾语从句，你听说过这3件事情被重复吧？好，第一件事情是，走，很简单，第一个宾语从句，从 that 到演绎法呀，走 ，man of science， 你可别翻成科学的男人的。哇塞，上次同学自己翻译的笑残废了，我说你笑什么？他翻译成科学怪人，你也翻译成怪兽呢？哎，这不是科学家吗？还科学的男人，那是男科学家行不行？不行，就是科学家。他们这都不用我讲了吧？以前地球上是没有男人的啊，说错了，以前地球上是没有女人的，只有男人。所以以后我们见到这个单词叫 man， 对，它大写的时候一般都代表人类了。所以你不要翻成科学的男人或者是男科学家，就翻译成科学家，知道吗？希腊神话里面是宙斯造人，咱们中国是女娲娘娘造人，宙斯造人也是这么造的。在造人的时候，宙斯只造了一批男人放到地球上玩，是没有女人的。我告诉你女人怎么来的，女人别生气，我也是个女的，我都没生气，你生什么气嘛？那是神话故事。一群男人在地上玩，就像宠物一样，就像我们养的狗一样，供宙斯玩耍。每天在天上看那些男人在底下玩呀，是吧？有一天有一个好的神，是宙斯的手下，叫普罗米修斯。普罗米修斯偷了上天的火，偷了火送给了人类，从此人类有了火，就像你把火送给了小仓鼠一样。哇塞，他们反天了，有了火，人类的历史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呀。所以宙斯非常生气，说普罗米修斯，你为什么把火送给人类？所以他把普罗米修斯抓了起来，让普罗米修斯捆在那个悬崖上，打开普罗米修斯的心脏，每天让他的鹰去啄普罗米修斯的心脏，每天让他的心脏长出新的，那就让你生不如死，你的心脏永远啄不完，让你死不了，让你痛苦。那人类已经有了火怎么办？人类有了火怎么办？惩罚人类呀！怎么惩罚人类？给人类送去了一个女人，这个女人的名字你都知道，叫潘多拉。他去之前，宙斯送他一个魔盒，说你拿这个盒子去人间，但这个盒一定不要打开，因为宙斯确定这个女人一定会打开。果然，潘多拉到地球上以后，实在忍不住打开了，结果一打开那个盒子，飞出来很多坏东西。人类以前是不生病的，人类以前也不会死亡，人类以前也没有瘟疫灾难。盒子一打开，都出来了，瘟疫、灾难、死亡，各种疾病。潘多拉一看，哇塞，都出来，赶紧合上盒子。结果这个傻女人一合，把希望合在了里头。就是不是中国人，全世界人民都会死去，都会得疾病，都会有战争，都会有灾难。他把希望关进盒子里头，她是个臭女人。所以后来说的潘多拉，就是女人祸水呀，女人多祸水，就是没有潘多拉，其实地球上的人类还是很好的。所以我们一般说 man 就代表了人，人就包括了男人和女人，因为女人是后来去的嘛，是吗？所以女人来到地球上就祸害男人的。别生气，这真不是我说的，这宙斯的啊。来，你听说过这些事情被重复吧？什么事情？科学家工作怎么工作 ？By means of 方式，通过什么方式？通过归纳法和演绎法进行工作。好，第一个宾语从句翻译完了，走。科学家通过归纳法和演绎法进行工作。好，第二个宾语从句，并且通过这些操作的帮助。同学们，你告诉我这里操作指的是谁？是不是归纳法和演绎法？并且通过这些操作的帮助，他们插入与装作没看见，他们成功的 manage to do something， 不要翻译成设法做某事但是成功了，是不是那区别 ？manage to do something 设法做某事但是成功了 ，try to do something 试着做某事不一定成功，算了，就翻译成功的做了某事啊。通过这些操作的帮助，他们成功的抽出提取 extract。从 nature，
他们成功的从自然中抽出了一些自然法则。同学们，你应该明显觉得 certain natural laws 根本不该在这个位置，应该在哪？ Extract certain natural laws from nature。对了，应该在这个位置。那为什么放到句末？恶心你呀，加大考研难度呀，选拔人才呀，都能一眼看出来选拔谁呀。Manage to extract certain natural laws from nature。这个还是简单的呢。我们等到后期叫你见个难的，我的个天呐，他看都看不出来。跟你说，他们成功的从自然中抽出了一些自然法则，还并且在这些东西之外、之中，好，之中之外先别说，先翻译完，咱先翻译之外，好不好？并且在这些之外，别动，先告诉我 this 指的是谁？看着黑板。This operation 指的是归纳法和演绎法，在这些东西之外还是之中 ，this 指的是谁？自然法则、就近一致原则，并且在这些自然法则之外，先翻译完，通过一些特殊的技能 of their own， 通过他们自己的一些特殊的技能，他们建立起来了自己的理论。告诉我，在自然法则之中还是在自然法则之外？之中。因为这是三个并列的句子，科学家们虽然看着是并列，其实递进关系，是不是？先通过归纳法、演绎法工作，然后通过归纳法和演绎法，他们怎么了？然后在自然法则之中，他们又怎么了？这是三个递进关系的句子，没讲错，对不对？好，来一起把这个句子完整的翻译完。还有一个形式宾语，走吧。你听说过这件事情被重复吧？冒号。科学家们通过归纳法和演绎法进行工作，并且通过这些操作的帮助，他们成功的从自然中抽出了一些自然法则，并且在这些自然法则之中，通过他们自己的一些特殊的技能，他们建立起来了他们的理论。简单吗？不算难，对不对？好嘞，越讲越简单。达尔文开始了啊！对，这篇翻译我应该把所有的翻译都举到咱们这个长短句分析里边去了。来，上来先找主句的谓语动词，啥也别说，快点。assert。主语是达尔文啊，宾语从句出来了 that。好，来 that 读了啊。His power to follow a long and purely abstract train of thought was very limited. For which reason, he felt certain that he never 不读了，没有并列句，所以这是个非常明显的主谓宾结构，对不对？主谓宾宾语从句的谓语是谁 ？was， 没想错呀，主语是 his power， 这一坨显然是个定语在修饰 power。我再说一遍，定语听的不是很懂没关系，咱们后面有专题，你就跟着我现在顺着听就行了。主语 his power， 谓语是 was， 表语是 very limited， 所以宾语从句又是个主系表结构。句末跟了一个从句，跟了一个 for which， 我就不讲你猜也是个定语从句，对不对？好，定语从句中 for which reason he felt certain that， 这个定语从句又是个主谓宾，看 he felt certain that， 这个宾语从句又是个宾语从句 that he never could have succeeded with mathematics， 所以这个定语从句中又有一个 that 引导的宾语从句。好，1、2、3，把这句话结构再说一遍。张开嘴，谁不张的是个小猪哟。这句话从总体上来看是一个主谓宾结构，宾语从句又是主系表结构，宾语的后面又跟了一个定语从句，非限制性定语从句。非限制性定语从句的主语是 he， 谓语是 felt certain， 宾语是 that 引导的一个宾语从句。我听懂了，老师，现在就开始翻译呗。assert 认识吗？坚持认为，断言，写作文就完全等于 think， 就是达尔文认为，就完全等于 think。同学们，你学了好多 think 了吧？达尔文认为，他的能力 power 什么的能力呢 ？Follow a long and purely abstract train of thought。Follow 跟随，还可以当成理解。所以你们老师上课一般说 Can you follow me？ 你能理解我说的话吗？我说 Yes I can。老师说Oh let's continue， 是不是？他说理解。刘二，你为什么不翻译成跟随？咱们听嘛，这个是思想，肯定是理解思想啊，理解思想啊。
他什么的能力？理解 a long and pure 的一个长的和纯抽象的春药符。这里边有个春药符，看见了吗？理解一个长的并且纯抽象的思想，春药符，一连串的许多的大量的一连串的很好讲，朋友们，你看火车是不是一串一串的？一个火车厢一个火车厢，一连串的，对，一坨的，这个怎么说是那么恶心？一连串的就是来1、2、3，他在理解一系列的。一连串也不好听，他在理解一系列的长并且纯抽象的思想的能力是有限的。好，因为这个原因 ，for which reason？ 因为这个原因，他确信 he never could have succeeded， 他永远不会成功，在什么？他在数学上永远不会成功。讲完了。来1、2、3，重新来一遍。刚才翻译的太粗犷，现在细致的来一遍啊！达尔文认为1、2、3张嘴，不张嘴，我告诉你，我把你的嘴给你缝上，你不张嘴，你别说了，坐直了，坐直了，坐直了。你看你听个课，弄这，哎呀这样的我考不上，我考。1、2、3，达尔文认为他在理解一系列的长的和纯抽象的思想的能力是有限的，因为这个原因，他确信。他在数学上永远不会成功。结束了，可以了吧，朋友们？好，这是我们的第8句，开始了吧？1、2、3，快点，该拆的拆，该动的动啊！1、2、3，快点！1、2、3，先告诉我主句的谓语动词是谁 ？Talking 肯定不是前面有 while 嘛？快点，大声说谓语是谁 ？Is deciding。一旦确定 is deciding 是个谓语动词，主语是谁？You could be explorer， 谓语是 is deciding， 宾语是由 whether 引导的一个从句在充当宾语，所以这是个 whether 引导的宾语从句。有连词吗？往后读，如果没有，就说明这是一整个宾语从句呗。Whether your education, your experience and other qualifications， 这个 and 不算 and， 因为 and 在并列3个名词 ，your education, your experience and other， 所以它不算连词，对不对 ？Will pay 不用看，这是 whether 引导的。宾语从句的谓语 ，will pay him to employ you and your awares and your aware and 这还那么多 and 这一块别急 ，and your， 咱看这个 and 这是不是个连词？先别说 ，your wares and abilities must be displayed. Your awares and abilities, your wares and abilities， 所以这个 and 在并列2个名词。这个名词是 your wares and abilities must be displayed， 又是个谓语，所以这个 and 在并列2个句子，是吗，朋友们？好，所以这句话从总体上来看，一起说是有 and 并列的2句话。第一句话是1、2、3，主谓宾，宾语从句。第二个句子是走快点，主语是 your wares and abilities， 谓语是 must be displayed。In an orderly and reasonable connected manner， 一定不是宾语，是什么语？刘老师不会告诉我的，但是它一定不是宾语，它一定不是定语，因为 display 的是个动词，动词后面怎么可能是定语？定语一定跟在名词后呀。哦，那它肯定不是宾语，为什么？因为介词短语不能做宾语呀。有道理，刘老师说的非常好。那它是什么语？哎呀，基础只要不要太差，你都知道这是状语吗？不是。以什么什么的方式，这是个方式状语。算了，我不知道，管它什么语的。好，再重说，这句话是个主谓宾结构。第一句话是主谓宾，宾语是个宾语从句。第二句话依然是个主谓结构，没有宾语，句末跟了一个方式状语。and 并列2个句子。那这是什么语啊 ？Why are you talking to you？ 不知道，不想说，管它什么语呢？不知道。来，开始吧。同学们，等等，咱们讲完状语，你会发现我所有都说，来装作不知道，管它什么语呢？99.99%都是状语。我现在不想引出状语，因为引出定语已经让你恶心的吐血了，再引出个状语你会疯掉，同学们，来吧。当和你谈话的时候 ，You could be an employer， 雇主、老板，你可能的老板 ，could be， 不是你可能的老板吗？你的准老板是不是？当和你谈话的时候，你的未来的老板正在决定 whether your education， 你的教育。Your experience， 你的经验
和其他的资质 qualification 的资质，是否你的教育、你的经验和其他资质 will you pay him to employ you， 是不是值得他去雇佣你 ？pay 付钱，对，是不是值得他去雇佣你？什么？老板跟你谈话的时候说你是哪个大学毕业的呀？你有什么工作经验呀？就你边说他边想，你是不是值得被他雇佣？走了，你的商品 where 是商品，为什么商品打个双引号？就是你的卖点呀，是不是？你的卖点就是你的商品和你的能力必须要展示出来。对，你的卖点和你的能力必须展示出来。怎么样的展示出来呢？有序的和合理的联系的方式展示出来。你的商品和你的能力必须以一种有序的和合理联系的方式展示出来，是吧？你别到时候说的紧张的东拉西扯的，说的啥呀？好，1、2、3，从头到尾翻译一遍，结束了。很简单的2句话，对不对？按着病例2个句子走。当和你谈话的时候，你未来的雇主正在决定是否你的教育、你的经验和其他的资质值得他去雇佣你。并且你的商品和你的能力必须以一种有序的和合理联系的方式展示出来，是吗？是不是越听越简单？你不要一直听，同学们，你要立刻赶紧回想一下我讲的所有句子。对，第8句话讲完了，咱们后面还有什么形式宾语，有些句子没举例子，你就自己看一下。我没有举，说明它就也很重要嘛，也不能说不重要。因为咱们每个句子都讲完呀，咱没这个多时间的嘛，那课不得上个20来天是吧？所以有我讲的，有你自己看的嘛，你不能一点自己都不看呀。但是咱们这本书80%到90%内容我是全部讲完的，对不对？好，宾语从句讲完了。3，那如何识别表语从句呢？表语从句怎么识别呢？